你是不是也在涂装选色时感到无从下手？好不容易底色选好，阴影和亮部又不知道该怎么选。这些红色系中，有些看起来冷，有些看起来暖，有些又有点粉。单独看好像都能用，但直到涂完心里都没底。That's pretty good. 去抄现有教程的漆表吧，又发现缺这缺那，又开始补漆。时间久了，颜色越攒越多，选色困难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。Doodle 今天带来一套稳定科学的 BSL 选色方法，可以在现有颜色中轻松找出暗部、基础色、亮部的合理搭配方案，让你的选色过程清晰又有逻辑。我这里用一个第三方的战斗修女模型做示范，它的原画设计上有大面积红色衣物，非常适合拿来掩饰。先用11086作为基础，后面的阴影、亮部都会围绕这个色号做选择。在开始选暗部颜色之前，先来了解一些基本的色彩理论知识。一个颜色通常由3个要素来定义。第一个是色调，简单来说就是广义上的色彩类别，比如赤橙黄绿青蓝紫，对应的就是不同的色调。在色柄上，从中心往外延伸的同一个方向，都属于同一个色调。第二个是饱和度，它可以理解为颜色的鲜艳程度。在色柄上，它主要体现在颜色点位和中心的远近。低饱和颜色更灰更自然，高饱和颜色则看起来更卡通更亮丽。第三个是明暗，这个就比较直观，是颜色本身的深浅。这个数值单独通过明暗尺来衡量，一个色调会有不同的明暗程度，暗部颜色偏左，亮部颜色偏右。理解了这3点之后，就可以通过逐条筛选来确定暗部颜色了。先看色调，在这个色柄上，基础色左边会更冷，右边则更暖。一般来说，暗部会偏冷，那就先把右边剔掉。因为是暗部，把明暗尺上所有比基础色更亮的颜色排除掉。剩下的这些颜色里再去掉一些我没有的色号，这样就很直观的把候选颜色缩减到了3个。我最终选择了11096这个色号，距离基础色不远也不近。接下来再选亮部颜色，与暗部相反，首先筛选到左侧偏冷的部分，再去掉明暗不合适和我没有的颜色。最后我选择了饱和度偏高的11077作为亮部。这样红色衣物大体就算完成了，接下来就是把其他部位补完。这样就完成了。从色彩3要素上看，颜色由冷到暖，由暗到亮，饱和度相对平衡，过渡起来也很丝滑。这期的选色逻辑基于 Angel Giras 的 BSL 理论，是一个很适合新手练习、建立色彩基本概念的方法，可以套用在任何色系上，同时配合 Doodle 调色盘，可以更加直观地从已有的颜色中进行筛选。喜欢这类涂装视频的话，欢迎点赞关注，我会持续更新自己的涂装过程。下期再见。